这一期上千万的别墅 WiFi 优化，有意思的元素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从制作店以来从来没遇到过。我直呼内行，回来到现在都是一脸懵逼的。本期全程高能，请大伙扶着下巴观看，以免掉了。开局先缓冲一下，先来到室外给你们看看大师级别的布线，这布线真的是瞅出了新高度，网线居然这么裸着在外面，大伙是不是觉得这个布线是钱不到位？不，这可是花了几个万块钱，不是花了几百块钱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是几万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我们再来到室内，这拐角处的线槽，咱就不能像这样弄得好看一点吗？随便找一个200块钱的小工都不至于这样吧？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，布线居然走楼梯，这大师干了我不敢干的事。这还不是最绝的，看看这线槽上的，也太有水平了吧，这网线都露出来了。我深度怀疑这师傅是不是觉得这线槽还不够难看，居然采用胶布贴上去固定的，这放在自己家都不敢这么整啊。就这水平，我问业主他们收了你几万，业主说早就忘记了，但是我希望是2-3万，不是8-9万，不然这个工艺就真的见了鬼了。我还纳闷的，当时这样布线就没有人拦着吗？这又是怎么通过验收的？我想不通啊，只能说有钱真好，不计较这些小细节。希望小胡我下辈子也能当个有钱人。你以为奇葩事就完了？监控才是刷新我的三观。好家伙，直接从开关处搞一条明线槽给监控使用，这个还是算漂亮的啦。其他地方的监控线路还是留个面子吧，就不说了，大伙自己脑补吧。你以为丑就完了？让我猝不及防的是，我意外发现监控居然没有内存卡，我以为只是个例，没想到全部的监控都检查一遍，居然都没有内存卡。我擦，监控没有插内存卡，这不相当于是摆设吗？大伙是不是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？嘿嘿，你猜怎么着吧？我又有了意外的新发现。我一直按监控还原出厂键的时候，发现监控愣是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这个灯一直闪烁不停。当时我以为这个监控坏了，我又换个新的上去，发现也是一样，一直闪个不停。当时我还纳了闷了，不应该呀，新的怎么可能也有问题？该不会是这个插头有问题吧？我拔下监控去找其他的插座试一试，没想到牛掰！感情大哥你安的这个插座也是有问题啊，而且我检查其他插座也是这种情况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啊。一想到收人家好几万就这水平，我血压直接上来了。这种好事怎么没有轮到我？好在他们布线丑归丑，但是上的设备倒是不赖，吸顶都是千兆的，交换机也是千兆网管型的，这也对得起这几万了。虽说装的位置有点小毛病，但是设备比较好，可以忽略这些小细节。唯独监控我是不能去理解的，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他们一直说网络卡顿，但是我人试了 WiFi 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 WiFi 能跑到300多兆，算是极其优秀了。既然来了，就给它全面优化一遍。之前的人忘记了路由器的管理员密码，我只能用牙签戳一下它的还原出厂按键了。这个牌子有意思的是，路由器恢复出厂了，交换机和 AP 是不会恢复出厂的，所以还要挨个拆下来，用牙签长按到灯闪烁为止，才算恢复出厂成功。至于室外的 AP 恢复出厂就有点特别，不是用戳的，是有一条线带恢复出厂按钮。好了，全部恢复出厂成功后，我按照往常检查他们的光猫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路由器也被我重新配置了一遍，它的网管型交换器我开启了 DHCP 触屏和防环路功能，调试完毕后，通过抓包检测和观察了一个下午，网络实在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就回去了。但是我人还没有回到家，他们又说网络开始卡了，让我明天再过去一趟，但是他们又说不出来哪里卡。我后台查询运行日记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讲真，搞网络最怕这个了，你过去啥都好，你走后啥都不好。后面业主又一个截图给我，上面说2楼房间和地下室的信号不好，但是不应该呀，地下室是没有任何遮挡的，还有2个吸顶 AP 在呢，不至于没信号啊。最怕维护这种网络了，你在的时候查不出任何毛病，设备又好的离谱，你走后人家又说网络不好用，你要说设备差还好说，我还能给你找出原因来。好了，这期就讲到这里了，估计这事还没有结束，过段时间我再过去一趟，没准还有续集。上个月我刚修好了网络，结果一次断电，整栋楼又断网了，美女房东搞不定，只能把我喊了回来。嘿，房东，走吧，看看这次断网又是什么原因。我用电脑接上交换机，等了许久，网络果然迟迟没有进来，那我就要查询一下电脑目前的 IP 地址是多少了。
正当我要检查的时候，就突然跳出这个界面，这就意味着我电脑之前没有连接过这设备，那多半是这个设备在影响整个网络了。我看了下 IP 地址，它的地址是 192.168.0.100。我浏览器输入这串地址，打正进后台看见它是什么设备的时候，没想到的是浏览器就显示无法访问这个地址。开始我还以为是浏览器不兼容，但是我换了浏览器也是怎么都进不去，就连清除缓存了也不行。当时我就拼试下，看看能不能拼通，结果拼倒是可以拼得通，但是后台就进不去。那先不纠结这个了，反正这个设备是必须要找到的，因为它正在影响整个网络。于是我就通过拔线看拼的方法去找它。如果我拔对了哪条线，那么拼它就会超时。就在我拔第一条线的时候，我看了下拼，结果拼它就超时了。当时还以为运气挺好的，拔第一条就拔对了。但是我在把这网线接回去验证的时候，奇怪的事就来了，拼怎么还是超时的？这不应该呀！当时我以为是我电脑又获取到其他网段了，于是我就给我电脑设置了个静态地址，看看能不能拼通它。哪成想我设置完静态地址后，发现也是拼不通的，这就奇怪了。网线明明接了回去，这个设备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？喂，这地址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刚才还在呀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设置的地址存在冲突，于是我又改了下地址，看看能不能拼得通。后面发现就算改了地址也是无法拼通的。罢了，既然这个设备消失了，那网络应该恢复正常了吧？于是我就把我的电脑改回了自动获取模式，看看网络有没有恢复过来。我改完毕后发现，不但上不了网不说，就连电脑的地址也是空白的，这不应该呀！我马上看了下路由器 LAN 口，发现路由器 LAN 口它是亮的，那为什么就没有 IP 地址呢？于是我就把交换机的线给拔了，用我电脑接上去，看看单独连接能不能获取到地址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个地址居然又出现了，这不对呀！这路由器除了我和房东，就没有人知道密码了，那还有谁引进来把 IP 地址给改了？于是我就问了下房东，这个有人调过吗？没有啊。怎么地址变成这个了？没有人调过。罢了，既然房东也不知道，那就先不纠结这个了。当时我输入地址，打算去后台看下断网的原因，但却发现怎么都进不去。我又看了下我电脑 IP 地址，发现地址空白不说，就连拼也是拼不通的。我看了下路由器的 LAN 口，它的物理链接是没问题的，那应该是路由器某种配置出了什么问题。正当我准备还原出厂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它万口灯居然是不亮的。哦，这万口居然还不亮，得看下光猫了。我看了下光猫，光猫它是通电的，但是路由器的万口灯咋就不亮了呢？是亮的。我开始以为是接触不良，但是我把它拔了再接回去，它还是不亮。那不是路由器有问题，就光猫有问题了。一般设备还是挺难坏的，所以我就考虑是不是网线的原因，所以我就换了另一条网线试了一下。拿那条网线给我试一下。哪一条？就是只有一条，我电脑那条网线，拿给我试一下。在这里啊，看到了，不用了。新的网线接上去后，路由器的万口灯还是不亮，然后我又把网线接到第二个口上，发现也是不亮的，于是我就直接接到 LAN 口上，看它会不会亮。结果这么一接，LAN 口就亮了，这下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路由器那几个端口坏了。就在我拆路由器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个小插曲，这网线咋一直粘着我的服？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网线还是假网线，因为我正好带了个磁铁过来，这个角度看得不明显，我换个角度给大伙看一下吧。你这个可以吸上来的，哎，假网线，这假网线不行。假网线啊。我也是刚才被吸了下，我才知道这网线肯定要换了，因为它是负责整栋楼的主线，不用好点的网线怎么行？新的路由器买来后，我就给它配置上网了。配置的过程比较简单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网络恢复以后，我才发现这主交换机居然还有微刃隔离模式，正好这边的小路由是非常的多，开启这个模式最适合不过了。我也大概讲一下交换机的微刃隔离模式，这样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开启它了。交换机默认的情况下，全部的口都可以相互访问的，但只要其中一个口出现了小路由干扰，那么其他的口也全部跟着遭殃。如果开启了微刃隔离模式，
那么这些口只能和这个 uplink 口通信，后期哪怕其中任何一个口出现了小路由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口了。接下来我就实验一番吧。我现在拼路由器，然后再随便拼个外网，都拼通后，接着我就把13号口给拔了，把 uplink 口的主线接到13号口上。大伙看吧，拼直接就超时了，因为隔离的缘故，哪怕主线接到交换机上也是拼不通的。要想网络恢复，只能把网线接到指定的 uplink 口上。估计这次测试好后，以后这边的网络再想出故障就非常的难了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